我们都知道，川普最近在美国动作非常多，因为对什么移民，他出很重的手。结果呢，我心想把移民遣返回去就好，没有想他在审查的过程当中，他看了一个东西叫驾照。我想审查移民的驾照是要干嘛？结果不得了！我看完这画面的时候，我吓死了。原来有这么多移民拿驾照，根本跟三宝一样的。可这样没有错，不只是这样，因为对于美国人来讲呢，美国司机卡车工会是他们的荣誉，是他们的骄傲，这是一个美国价值象征。甚至之前还有拍一部电影叫做《爱尔兰人》，就是劳勃迪诺演的，就是演美国卡车司机工会。所以呢，当这些外籍移民亲门打后呢，来到了美国的卡车司机这个市场，他们本来呢已经有点难接受，结果没有想到还在路上闯出这样子的大祸，而且不是一起、2起、3起、4起，你动了吗？动不会掉。所以现在直接跟你讲说，加州17000个商业驾照，我呢中央政府要把它全数撤销，你知道吗？加州这个 nuisance 是跟他对着杠的哦，因为这些是加州发给这些移民的哦。但你知道离谱在哪吗？首先好，比如说我们讲这个21岁的，他就是辛格，你记住他。第一个呢，这些人呢很多都是非法移民。在第二件事情，他那时候在开在高速公路上，结果你知道他干嘛吗？疑似嗑药、毒驾。所以你有没有看到？一敲动不？就是这样子撞的。1台、2台、3台、4台、5台、6台，按那几架干敲呗，全部拢撸嘞。你看打马赛克的，整个被他已经碾烂了。所以你说这种状况对于美国人来讲怎么能忍耐？受伤的、受害的、死亡的都是原本堂堂正正的美国人，然后这些根本还没有取得国籍的非法移民，莫名其妙把这些人撞乱七八糟，然后他们不禁好奇一件事情，说不好意思，你家人被他撞死了，但是呢他没有我们的国籍。他说那他为什么可以开车？说因为加州政府发驾照给他。对。那另外一个呢，这个也叫辛格，他也是辛格，又是辛格，另外一个辛格，然后都绑头巾的辛格，你知道他在干嘛吗？他在我们讲类似那种高速公路上突然间要回转，我的天哪，怎么会这种情况？你知道上面是我们刚才讲那集，下面呢就是我们讲新的辛格。对，他在高速公路上回转之后呢，后车根本闪避不及，有没有看到有一台黑色的，嘣一个直接撞到后面去，吓死了！你看那个右边那个镜子那边有没有直接插那边？重点是什么？他一脸完全无所谓样子，好像随便怎么了吗？就撞到了，然后他旁边的乘客被他吓个半死，然后他最后整台车，你自己想想看，不是你要回转去哪里啦？那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吗？因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多数人根本不懂英文。但是你一定会好奇不懂英文那到底是怎么搞的？来，加州交通运输局公布我们讲他现在才要把这个东西撤销，但当时这都是他发给他的。你知道发到多离谱吗？抽查证照这个是左边，也就是他的商业驾照。对，这个 expires 就是他的有效期限到2031年。但你看这是他的签证。跟他的我们讲的落地的这种签，也是他的商业签，到2027年，按利息公司他们生效。对啊，你的驾照还比较久嘞，对啊，你不是就应该要回去了吗？对啊，你发那么久干嘛？所以就乱发嘛，代表他们根本就没有再去审查。我们在讲到说为什么美国卡车司机这么重要，第一个他们在美国工会呢里面大概有150万到180万人，然后曾经呢之前有一个人很有名叫 Jimmy Hoffa， 我们之前讲过他，那为什么很重要？因为他对美国的社会以及他的政治具有高度影响力，所以对他们来讲，这种卡车司机是一种有荣誉的事情，而且是有专业的事情。但是你看这种比如说外国人，他们来到美国怎么做？一边开车，然后最后面呢，我们讲驾驶一个卡车然后开，突然偏离道路，撞破护栏，然后呢撞到车道里面。这个直接烧的，因为他是森林里面，他就直接撞到树啊。就你知道吗？后来发现说他开车之前，你知道他在干嘛吗？他在拍抖音，拍 TikTok， 然后这边 Yo bro Yo yeah， 然后这边一直在那边摆各种姿势，哇，帽子反戴很帅那边讲弄搞这些有的没的。他一边开车一边弄这个，难怪说你会发生这种意外嘛。甚至是我们讲，其实很多起，包括有一个洪都拉斯的他也是一样。那时候呢，酒驾飞车，你看又酒驾又飞车，然后整个人直接灌到加油站里面去，然后就撞进去，撞得乱七八糟，甚至是连一个国道这个更扯。宇轩，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画面，吓死人了。他是直接这样子撞进来，然后想说撞进来，他撞谁？竟然是把2个美国公民，你看这个时速多么快！一撞进去之后，2人根本没有办法闪，直接被撞歪的。对，我跟你讲，虽然这是一个不幸事件，但还好没有恶化，你知道吗？他如果撞到油槽怎么办啊？加油站是有油槽的，你到时候你现在的确是有2个人命不幸丧生，那可能会发生更大的问题，甚至有这种我们讲这是他类似逃逸移工嘛，所以呢他在国道上撞到人之后，你知道干嘛吗？车翻了，对不对？对。然后呢发现怎么有一个人在那边拔腿就跑？你看这是他撞翻的车子，车子翻在那边，对不对？然后后来他镜头往那边一拉，就发现有一个人在跑。
肇事逃逸，一点 run 他真的在高速公路，他开始跑他知道说自己不能被抓到，会被遣送回去。而且他干嘛？他是拖着他的行李箱对啊，连家当一起跑的，所以代表他人生地不熟吧？那你也不知道说为什么这些司机他还有办法这样继续留在美国境内还伤人。那各位，我现在就跟你讲说为什么了，好不好？因为他们的驾照都是用鸡腿换来的。我再讲一次，他们驾照真的是用鸡腿换来的，你知道吗？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合法考过这些驾照。因为美国呢有一大堆的团队，那你这团队呢，他就拍一个影片，比如说你看这个女子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国籍的，两个一看就知道是外籍，然后他会说这是 TikTok 抖音广告，他会跟你讲说他们都不会讲英文，他们也都看不懂，但是没关系，你只要付钱给我们，我们呢就会发驾照给你。他说两周，这个抖音里面2周不会讲英文，驾照我就帮你拿到的。对，你不用会考试，你也不用会开车，你也不用会讲英文，你什么都不用会，你只要付钱，2个礼拜我就给你。后来他们去查说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发现说他们有一个特殊的给息你看他在胸前穿了一个很像 X 的东西，很像 X 战警。对，但其实这个束带里面呢，中间是要放一只手机。那你要真的假的？中间可以放手机？真的，你进去之后放手机。如果男生的话就穿衬衫，把那个扣子打开。像这个人呢，穿一个盗版的 Guess 就把它挖一个洞。你要让手机的镜头呢能够照到外面，那照到外面之后呢，你再戴上一个耳机，之后呢，你只要坐在里面然后就会有专门的语言服务，比如说你是墨西哥人，他就讲你听得懂的；你是南美洲人，他讲你听得懂的。然后呢，就会帮你看说考题写什么说，然后教你怎么作答。你只要按他讲的 ABCD 呢，把它讲就可以。甚至是有一个考生因为到一半他可能就是皮肤痒什么扭来扭去，那镜头那个衣服还挡住，然后他就特别把这个镜头再掰一下，那个瞧一下说瞧一下这 camera， 瞧一下有没有让他对到之后继续写。所以你知道。他们就是用这种一条龙的方式，他根本就是钢铁人嘛，钢铁人的作弊法嘛。对啊，但只是我们讲山寨版、劣化版，烂透了。那想办法让，所以你这时候再回顾看，说美国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起车祸，而且他们的民怨为什么现在如此沸腾？因为对他们来讲，这些引进非法移民的地方政府，给他们驾照政府要的只是要他们的选票，想要让他们合法，想让他们留在当地，但最后危害到的是美国人的性命。玉峰，现在中国的问题非常多，不管在外交、在经济什么，但现在他们最大问题是什么？过去他们享有很大的人口红利在上面，但现在他们的人口红利没了，现在反而是一个人口的危机。就人口危机之后，我真的不知道中国政府在想什么，他竟然找了北京大学做研究，他跟大家讲：各位啊，女孩子们，你生3到4个子女的话，你死亡率会降低。我心想，这是什么催生的研究？对，我们一直以来都知道说，你不管是科学，不管是医学，如果你可以发表在期刊上面，那代表什么意思？代表研究者他是可以升等的，对，代表他是有公信力的。现在我们来看一个，这个真的是医学期刊了，这是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它的一个医学期刊里面，它看出来了一个研究。这个研究是谁做的呢？北京大学。北大世界排名前100的，那肯定是有公信力吧？他做了什么？他做了一个12年的研究。那你说做多少人呢？一般来讲的话，做个1万人已经相当的惊人了。他做了将近100万的一半他做了51万的成年人，所以他做出来一个很伟大的一个研究。这研究就是说，你一定要多生小孩，多生小孩对爸爸也好，对妈妈也好，其中尤其是对女孩子，它的效益更是棒啊！所以呢，现在来说，你只要刷开它这些视频来说的话，每个主播都在讲最新研究显示，然后呢，来北大最新研究重磅发现，然后呢，北大最新研究，北京大学最新研究，你就是要生小孩，生的越多对你越好。我看到这个研究其实你刷下去之后，你会发现你停不下来，因为他讲的好像是真的，因为我们自己也当爸爸妈妈嘛，你知道吗？所以呢，他每一句都觉得说，好像是真的。尤其是你看到最后的时候，我当爸爸嘛，他讲了一个重点从死亡率来看的话，男性患者每多一个小孩，死亡风险降低4%，这算是蛮好的女性患者的最低死亡风险出现在3个跟4个小孩之间，哇，代表什么意思？你想要活久一点，你想要降低你的死亡风险，你要生到3个，我们身边其实已经没有朋友生到3个了，那你更何况你要生到4个，而且他用的里面的有些标准，我觉得蛮可怕的他就说你知道吗？无子女者面临怎么样？你要是没有小孩，如果你是没有小孩会怎样？更高的精神疾病，哇，这个严重吧？心血管风险，
还有慢性病，这些死亡风险都会非常的高。然后重点就是说什太可怕了你要生到3到4个，对尤其是女孩子，她会特别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女性的乳腺癌的风险。如果你有2个孩子，降低18%，18%什么概念？2成呢，3个孩子降低39%，4个以上的孩子降低到超过1半。我告诉大家，这个如果真的就是因为你发表到期刊了嘛，大家来想一想，如果是真的的话，哇，那真的是科学上面很大的一个创举。好，我们来讲为什么现在这些影片都要赶快把它给刷出来，然后呢，北京大学也要赶快把这个研究做出来，因为中国现在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看从饥荒开始。那个时候呢，就是告诉大家说，你现在的话要注意哦。结果你等到2010年到2020年的时候，为什么突然之间一胎化结束了，推出2个孩子的政策？因为他们知道人越来越少，对，孩子没了，没有人口红利了，对，所以这个东西就会跑出来。而这个东西跑出来之后呢，它会有一连串的一个效应。你不只是你北京大学要做出一个期刊上的一个研究，你现在来讲的话，这个很多视频也是很神奇的哦。对，小朋友要长高，妈妈也要长高。这个妈妈讲说：“我的天哪，你知道吗？我26岁啊，我生了一个孩子之后呢，我长高了。”长高了多少公分我3公分我生小孩我长高了3公分。对，过去来讲的话，我们都知道男生有一个习惯，就是男生会长到哪里？当兵。女生呢会长到生小孩之前。现在是生了小孩又长3公分从170长到173。但是网友就不买单了，说你说的好棒棒。那如果你生一个长3公分，那你就继续生啊。你现在怎样？生个3个吧，直接变成姚明。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他们也没有相信这可能是真的。对，再来，官方一定要有一些做法，而官方的做法呢很物理性。你不想生，那你就是不爱国。那你不爱国，我就不给你一些优惠。过去来说的话，你看以后避孕药。然后呢，用具讲的就是保险套嘛，对，都没有这个税收的一个减免，所以以后你要去买的话，代表什么意思？代表避孕用品啊、用具以前是免增值税，现在没有了。给我钱，对你现在要加税了，那你税金加进去会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你的末端售价就会增高，物理性让你不能用这些避孕的一个用品。好，那最神奇的是。现在还有月经警察，不，你说什么？我有没有听错？月经警察，月经应该是一个月会来1次嘛，对不对？现在来讲的话，有很多的月经警察，他会幻化成很多奇怪的一个人物，比如说他会有什么？我是你的家庭医生，然后呢，你第一次接到的时候呢，他问你的月经这个月来了没？那上个月什么时候来的？其实你第一次会觉得很贴心。国家照顾我，注意我的安全，注意我的健康。可是后来他发现很奇怪一开始他觉得说，什么意思？每个月都要报，哇，那很痛苦月经来已经不舒服，每个月还要接一个电话，然后接个电话，有些说是家庭医生，有些是卫生所，有些是奇奇怪怪的一些生计委员单位，然后呢，你都要报，你什么时候来，然后怎样？为什么？他就希望你月经没有来，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你要生小孩了，对，他就可以赶快把这个计划加进去。荒谬到中共现在连月经都要管，对。这比爸妈还关心对比爸妈还关心。可是有一个重点，就是为什么生育率还是一直降，一直降，一直降？因为你生小孩，你要代表什么意思？你要养他，对，生养，不是生了小孩自己就会长大。最近中国大陆这边又发现了一个很离奇的一个事情，你的进口奶粉是本土化的。现在你看到的这些画面这是他们破获的，每一个都是不同品牌的进口奶粉。对，所以呢，你看到的，你以为你买到的都是进口奶粉，那你知道吗？你要给宝宝喝好的嘛。但是你知道吗？不管你是买哪一个品牌，对，这全部都是同一个老板。然后呢，他不是从纽西兰进口的，他是从在这个小区里面进口的，他自己就弄了一个工厂，然后呢，去买了很多很多的奶精，对，然后呢就把它调进去之后呢，家庭客厅及工厂，他就直接把你封包起来之后呢，他大赚黑心钱。所以这根本都是一大堆的假奶粉。它有没有奶味？它有奶味，它能不能溶于水？它可以溶于水。对。可是它的售价太贵了，它的售价是新台币的133块到390块。结果你知道吗？它因为都是用奶精调的，所以它成本竟然只要3块4块。你想想看，小朋友喝这个，小朋友喝这个会好吗？小朋友喝这个会长大吗？妈妈敢让小朋友喝这个奶粉吗？可是很多的人是花了正常的钱买到这种劣质品，然后最后最令人生气的一件事情是，这一个嫌犯
他竟然讲出来一个大道理，这个大道理就说，咱们这个也没害人啊，我知道这个东西是怎样，是无毒的哦，无害的哦，因为我还是有奶精啊。对。可是呢，也无营养，三无奶粉，他就告诉大家你没有营养，你还敢卖？对，所以呢，他就被抓了。可是呢，因为你这个大环境不好，你觉得哪个妈妈敢生孩子？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